一个难产的给我搞了一下午，连医生的手术我都错过了。几点了？8点。啊，那我得赶紧走了。李俊熙还叫我去他家吃饭呢。哎，他还约你去他家吃饭？他要向你求婚吗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邀请你去他家吃过？那是因为太远了，5环外还有2个室友，来回就得2个半小时，有那个时间睡觉不香吗？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他今天升职，哎，是不是想搞个双喜临门？他要跟你求婚，你答应吗？这怎么还犹豫呢？你们2个人可是全世界最稳定的一对了。还有啊，你可要小心，现在多少单身的护士和医生对李俊霄虎视眈眈的。你要再不跟他结婚，小心他被别人抢了。你也太夸张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有人喜欢他？一点都不夸张，我看夜莺就有那个心思。你真的觉得现在是我们结婚的好时机吗？怎么不是好时机啊？我想聘了主治以后再结。你们俩一个住在5环外跟别人合租，一个住在离医院那么远的地方蹲地下室，2个人在一起结了婚，能住得好一点，生活成本也降低了，多好呀！如果结婚只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，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我还是想等工作稳定了之后再说。人生走每一步都要自己想清楚，不能被外界因素影响。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你们结婚。你们2人从大学到现在都已经谈了5年恋爱了，话说也赶紧要办了，什么年龄就干什么年龄该干的事儿。29了也该结婚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黄主任了。不跟你瞎扯了，我走了。答应他 ，Yes you do。来了。怎么点上蜡烛了？这么冷的。房东说要把房子卖了，逼着我们搬家。我哪有时间搬家呀？我那2个室友搬走之后，他就把屋子里的电停了。我本来还说今天买了菜和肉想给你做饭吃呢，结果都浪费了。不过我点了外卖，马上就送过来。折腾那么久还点了外卖，你点什么了？我们2个第一次约会，吃的小龙虾。最近小龙虾那么贵？小龙虾虽然不适合今天晚上的气氛，但我觉得毕竟有纪念意义。徒弟，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电，但屋子里这些蜡烛，我觉得更浪漫。嫁给我吧。我现在存款只够买这么大的，等我涨了工资，我一定努力攒钱给你换一个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起来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等工作稳定了以后再结婚。怎么稳定了？我今天知道被聘主治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跟你求婚。可是我还没有，我才第2年轮转，还有1年才结束规培。而且我还要跟聪瑞一起竞争1年后的住院总呢。那你还跟他争什么呀？让给他就好了。只要你能保证规培考试顺利通过，肯定能留院。咱们先结婚生孩子，以后再慢慢往上走嘛。要不然你看，你1年住院总，1年规培，结束之后你都31岁了，万一要像我一样，一时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住院总的位子，再耽误2年，那不就成了高龄产妇了？亲爱的。亲爱的，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如果想要组成家庭，肯定会牺牲一个人的事业进度的。女人嘛，早晚都要结婚生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耽误工作，所以挑选时机是没有意义的。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我们第1胎生的是女孩，等她2到3岁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生一个，正好
一男一女，凑个好字。君霄，我还没有答应你的求婚。对，我刚才一着急给站起来，把程序走了。哎，我想见证住院总。为什么？我想用最短的时间结束初级医生的阶段，然后在最顶级的妇产科做最顶级的医生。这是我在大学里确定妇产科方向的时候就定下的目标，而且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我知道，你的偶像是林巧稚，但是你做不了林巧稚，她终生未嫁，你也要学她吗？我不是什么都要学林巧稚，但是在事业的上升期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，让我选择终止，去生孩子、照顾家庭。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奔跑，我却什么都不做，我做不到。而且生孩子耽误的不是1、2年，起码有4、5年都不能好好工作。那我的事业拖延的就不只是4、5年了。那你就想做高龄产妇？30几岁不算高龄。怎么不算？你好歹也是妇产科医生吧？虽然现在有很多40多岁的女人结婚生孩子，但她们身体发生那些问题和20多岁的姑娘能比吗？你见过有几个20多岁有妊高症的？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就别自欺欺人了吧。而且现在不是说让你终止，是让你暂缓2年，为了家庭。我已经是主治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暂时放弃竞争，好好照顾家庭呢？为了家庭，就要放弃另外一个人的梦想吗？难道我的事业不值得被尊重？事实就是，女人你只要想生孩子、想照顾孩子，一定会拖累工作，要不然你就像林巧稚一样。原来我在你眼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，只是一个有子宫的工具人而已。凭什么一个有实力的妇产科女医生就要把生孩子、照顾家庭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呢？行了，你就别跟我争了。事实就是，女人，尤其是女医生，是不可能做到工作与家庭两全的。你只能选一个。你不要以为你把招娣的娣改成皇帝的帝，你就是女皇了。啊，就算咱是女皇，你不也得生儿子拼命继位吗？李君霄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重男轻女，也知道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的名字是为了招来一个弟弟。我一直以为选择妇产科的你是一个懂得尊重女性的人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今天你的求婚，我不但不能答应，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2个是不是适合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等等，杜弟，你如果今天从这扇门走出去，我李继霄以后绝对不会再向你求婚。我先用卫生间。葫芦娃谁啊？老公，哎，你看，有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高兴都不会笑了？不应该啊！上个月咱们俩都休息的时候就来了那么1次，不会那么准吧？那你看，这都是我的努力和葫芦娃的加持。跟葫芦娃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懂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孩子的小名呢就叫葫芦娃。哎，那你还竞争住院总吗？对啊，1年以后的规培考试我都不能参加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来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妇产科现在人手奇缺吧，加上田主任刚刚上任，上升通道肯定没有之前那么紧。应该说，这是盛济妇产科有史以来升职最容易的阶段。如果咱们现在不生孩子，1年之后出科，再干1年住院总聘主治，再加上你的导师刚好又是最资深的黄主任，赶上个好的科研项目，很有可能连续快速上升。但如果咱们留住这个孩子，2年之后再继续规培，再干1年住院总，小4年出去了，
4年之后，该占的位置可都被别人占满了，到时候有可能你再想怎么努力都没用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到底是要孩子，还是要事业。要孩子。黄主任要查房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各位家属，这位是我们的科室主任黄主任，特意来看看大家的情况。黄主任好。你好。一床25岁，主因停经13周，恶心呕吐6周，加重1周入院。既往月经规律，停经34天，查尿 HCG 确定妊娠。停经40天出现恶心、半间断性呕吐，无伴随腹胀、腹泻、发热等症状。脉搏加快，全身检查有轻度的脱水症状，符合妊娠剧吐的症状。我记得你。昨天是我收入院的，当时尿酮体是每100毫升150，尿比重达到1.025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主任，他现在还是呕吐的很厉害，我特意给他做了很多营养餐，可他一口都吃不下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天天这样，孩子怎么吸收到营养啊？这个孕妇跟我透露过，她有流产的想法。但是这个婆婆给她的压力太大了，让她不停地吃东西。但是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吃下东西。您的担心我很理解，但是有个情况我必须要跟您解释一下。这种妊娠剧吐呢，跟我们平常怀孕的恶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一种病，不是心理作用，也不是矫情，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家属的关心和理解呢，对于孕妇来说非常重要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一直特别用心照顾我的儿媳妇。您是好婆婆，儿媳妇呢也是好儿媳。您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医院里面有过就是妊娠剧吐很严重的，撑不下去了，跟家人商量以后呢，选择把孩子流掉的也是有的。您的儿媳妇啊已经很坚持了，她这么坚强，你得鼓励一下她。谢谢黄主任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接下来怎么治疗？聪瑞，你说说。暂时禁食，充分静脉补充营养，静脉每日注射3000到3500毫升，补充钾离子、钙离子，补充热量，加入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尽快纠正低钾低钙血症，纠正脱水状态。治疗期间密切监测血电解质、尿常规、血气分析等化验，严格记录出入量。根据尿量补液。好的。王倩倩32岁，孕20周，昨天晚上120拉过来的。她是因为做家务后阴道少量出血，B 超显示可疑胎盘早剥。那你们的治疗意见是什么？杜弟，以王倩倩的临床表现看来，继续保胎风险很大，应该尽早终止妊娠。你的意见呢，聪瑞？以 B 超的情况来看，确实可以终止妊娠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建议还是保一保，因为她患有多囊卵巢，结婚7年了都没有怀孕，就是这个宝宝都是看了好多年不孕不育才怀上的。如果这一次给她留了，那恐怕以后很难再有做妈妈的机会了。黄主任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很想留下这个孩子。这样吧，首先保胎，我会给你再找一个有经验的 B 超医生，给你再做一次 B 超。如果没有新鲜出血，各项指标都良好的话，可以尝试保一下这个胎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黄主任，谢谢您，吴医生。
名字啊？啊，叫陈平。陈平。哎，医生，我们这次必须剖腹产啊。她生过2胎了，都是顺产，现在没有剖腹产的指征。她是经产妇，第3胎顺产应该没问题的。可是那2胎都死了。怎么死的？生下来不到12个小时就死了。你看我们家这个儿媳妇啊，又矮又小，屁股这么小，孩子顺产时肯定是给挤死的。不可能，肯定有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。孩子做过尸检吗？那么小的孩子做尸检，那不是作孽吗？我们没做。你们之前是没跟医生说吗？为什么病历上没写呀？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我们还好意思到处嚷嚷啊？反正这回必须得剖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跟上级医生商量一下，然后我再回复你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您一定要帮这忙啊。嗯。我叫袁雅，预产期过了，我要顺产。有宫缩了吗？没有。一般这种情况，预产期是40周，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特殊问题的话，不需要终止妊娠，可以等到41周的时候进行引产，可以自然分娩，引产失败再转剖宫产。如果还有其他合并症的话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我必须要顺产，这个就要看你的发动情况，还有胎儿的具体情况再判断了。我的判断没有问题。都进了医院了，还要自己判断的话，那要我们医生做什么？你们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啊。你们的意见我们都会考虑的，稍安勿躁啊。你别跟患者计较了，他预产期过了肯定特别着急。进了医院不听医生的，那就别来啊。现在的患者呀，主意都特别多，他们会上网自己查。你要是随着他们情绪跑了，他们就会告你态度不好的。有时候呀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你看我就笑，哎，患者对我什么样我都笑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呀。难怪护士长夸你情商高，我可笑不出来。现在的患者呀，主意都特别多，他们会上网自己查。你要是随着他们情绪跑了，他们就会告你态度不好的。有时候呀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你看我就笑，哎，患者对我什么样我都笑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呀。难怪护士长夸你情商高，我可笑不出来。上学的时候我就挺担心你的，你说你就不会笑当医生，那还不天天跟患者闹矛盾？我会开刀就行了，救人靠什么？手术刀，笑能救人吗？你在路上遇到一休克的，你是马上对他做 CPR 啊，还是对他笑啊？鞭策我们的座右铭是什么？有时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。但我觉得这在我们院就不可行。有时治愈我还能行，常常帮助勉强能行，总是安慰。排队的那几百号病人怎么办？咱们哪有那时间啊？谁说不可行了？林巧稚就是这样的人呀。林巧稚那种境界，没有几个人达到。那我要做到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。你呀，先做到有时治愈就好了。你伤害到我了，你做到前2条，我做到后2条，咱俩珠联璧合就完美啦。一共就3条，哪来的前2条后2条？难道常常帮助不是医生的职责吗？吴医生说什么都对。我要去找我老公了，我要问问他，陈平的病该怎么办。马上走吧。笑。我中午就不跟你吃饭了，有个孩子情况很不好，我想多看一会儿。我还真不是来找你吃饭的，我现在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，需要你帮助我一下。行，哪方面的？有一个经产妇，之前生过2个，但是12个小时之内全部都夭折了，现在是第3个，全家都特别着急。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，或者是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第3个孩子身上？前2个还有什么信息？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是在老家医院出生的，当时孩子出生的时候评分还是很高的，好像医生也没有给出什么原因来，家属也没有做尸检。
你这让我怎么推断呀？你知道新生儿夭折有多少种可能性吗？如果一个孩子夭折，可能原因会有很多，但是现在2个全部都夭折了，我就在想，有没有医院没有检查出来的关联性呢？就算2个都夭折了，也不代表2者之间有强关联，很有可能是2个单独的随机事件，而且信息这么模糊，我怎么判断？也不可能给意见啊。哎呀，老公，你跟我在一起你就不要那么严谨了呀，你就告诉我一个大概期，我可以回去自己琢磨琢磨的。医生没有大概期。我现在自己怀孕，自己当妈妈了，我就看不了别的妈妈也受苦。你说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第3个孩子身上，那怎么办呀？这得多难过呀！那也得等第3个孩子生出来看状况，现在担心还不是时候。能不能共情啊？有没有同理心？你是不是我老公？那什么，我还忙，咱别在这讨论这没有结果的事儿啊！我先回去了，好好吃饭啊。值夜班了？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想哭。还不到30岁就这样，这以后要是怀孕了，怎么坚持工作啊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为什么你们明明见了那么多有问题的高龄女产妇啊，却对自己高龄怀孕还抱有幻想？我们毕竟是妇产科的女医生，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所了解。你比如说黄主任吧，她怀着1胎的时候，并不影响她发表 SCI。现在怀着2胎了，也就孕吐那几天休息了1周，现在胎儿稳定了，该手术她就手术啊，1天能干5胎呢，她都快40了。你们总是拿特例来说服自己，人黄主任很早就生第1胎了，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，最后后悔的还是自己。你今天吃枪药啦？饭里埋炸药啦？徒弟，这儿。我多远，李军霄？你俩吵架了？有人不想结婚，可能是想分手吧。不会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也觉得，老天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哎，杜迪和李俊霄是不是分手了？没有，不然你怎么也能吧？你别护着杜迪了，他们俩平时天天坐在一块儿吃饭，今天一个这边一个那边，你看着不超过今天下班时间，全科室都会知道这件事儿，而且马上就有人来追李俊霄。你可看着你手下的那帮小护士，人家2人只是闹个别扭，过2天可就好了。你别让你底下那些姑娘见缝插针。我手下的护士们，个个温柔贤淑，哪个不比杜迪脾气好？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凶悍的女医生，整天咬护士，咬上级医生，咬患者家属。人家杜3郎外号可真没起错。他那是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哼。我得去劝劝这俩人。闹别扭是正常的，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闹过别扭，我反而觉得这不正常。你要知道，闹别扭是感情升华的必然阶段，等你们这个阶段过了，感情就升华了呀。聪蕊，我问你啊，如果冯远航提出让你为了家庭和孩子暂时放弃在生计工作，你会同意吗？当然啦，我本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正常女生都会这么想吧，但是杜弟他就不一样，他觉得他所谓的那个事业，他所谓的要拿第一，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都重要。你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记住，你在杜弟的心里面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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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。闹别扭这个时候呢，女人往往等的是男人心里的一个道歉，只要你跟他面前低个头服个软，他肯定会好好跟你谈的。我的床我先去了。药还没打完，人就抽我了。
刚才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现在特别晕，怎么办呢？给他吸氧，听胎心，上心电监护仪。化验单给我看看。出现大量的尿蛋白，病情进展也太快了。然后呢？然后给他解经，加入硫酸镁。要不我给黄主任打个电话去。干什么？手术呢？黄主任，那个妊高症的那个李然啊，他忽然抽搐了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。然后现在胎儿胎心是正常的，生命体征目前也是平稳的。尿蛋白高吗？很高。那废什么话，上硫酸镁啊！快，硫酸镁。赶紧给她老公打电话。好，硫酸镁2.5。我老婆怎么了？子贤，怎么会有这种病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病？你小点声，小声。以后他现在已经不丑了。这种病啊，发生的原因很复杂，也是多种因素而引起的。有的人平时没有高血压，哎，她怀孕了的就是有。我看你爱人的这个情况，应该平时不怎么运动，又重盐又重辣。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吧？有没有得过血栓？家族史我不知道，我们都是孤儿。啊？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丈母娘。我们俩知道怀孕以后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是个乐队主唱，乐队不出名，也赚不了什么钱。我就想，反正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多找点演出，多赚点钱呗。希望能给他们以后生活上多些保障。那你爱人什么职业啊？他是乐器店的收费员，我们俩是买乐器的时候认识的。还真是，他一坐就是一天，也没法运动。他还经常跟我说，每次做我的腿发麻。那我赶紧给他做个检查，看看他腿上有没有血栓。哎，医生，我本来准备去外地演出的，但是我把演出给推了。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，钱也赔给别人了。我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天天陪着他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他们两个。你现在也只能天天在这儿陪着他了，因为我们要监测孕产妇以及胎儿，随时准备剖宫产。你要做好孩子早产的心理准备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保不住。你又站了一天呀，黄主任，您还是减少手术吧，这样下去。减少手术量，谁来接啊？你呀？我没能耐，帮不了老师。知道我叫你过来干嘛吗？不知道。我是几线啊？3线。那1线发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时，应该找几线？2线呀。那李然今天发生问题时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那是您特别交代的患者，所以我一急就给您打了。哎呀，聪瑞，我是你的导师，你有问题习惯性的找我，我不是不乐意。但是你也要记得，你也是这个医院的住院医师，凡事不能够不尊重医院的制度。医院的制度是这么多年来经历了无数代的医生的经验而建立的，能够最大化的去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，保证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。今天你应该立刻给2线医生打电话，这样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再者，李然今天的状况，难道你无法单独处理吗？你这几年白跟我学了？对不起。